先調墨，也是有前景的山石部分開始畫。先畫前面的山石，也是中锋用笔。线条啊要有一个变化，就是一波三折的变化。一個山石，先勾結構線。我們勾的是為了把山石的外輪廓，我們先勾出來。先勾山石的外輪廓，然後再是皴。皴呢是為了表現山石的，它這個一個是紋理的結構，稍微上邊一點，紋理的結構。調墨的時候啊，一定要記住，在北尖的部分調一點，從前面往後邊一層一層的去畫。我們中鋒勾，看線條，它有一個轉折、頓挫的一個變化。這是前面的一組，這是側面的一個山體。看我們要用的時候，一定要把我們筆中的墨用的特別乾的時候，特別淡的時候，我們再調墨。我們用完，把這個毛筆中的第一次蘸的墨用完以後，我們再調第二次。也是先勾山石的輪廓，邊勾邊皴，把山石的這種紋理交代出來，我們皴出來。稍微用筆啊，稍微的乾一點，因為我們畫的是秋景，畫的是太行山這一類的啊題材的。一個結構，兩個結構，注意山石的變化，大的結構，我們再加一個小的結構，讓我們的山呢，讓它豐富起來，不要特別單調，就是兩個大的石頭，也要有小的結構在裡邊穿插。我們山頂的部分，這是表現灌木、草坡一類的
我们可以用墨染一下。我们在这个墨的部分，这是打底色，我们在上面也要到最后的要点那个红的颜色，朱砂朱标。再有个结构，我们画的时候画这种北方的山石，用的横的村比较多一点，就是说讲的折带村。看我们山石，蘸了第一笔的时候，这个墨从重到淡，从湿到干，每一块山石它都有一个墨色的变化。我们用线的时候，一定要注意用笔的转折、提摁这种技法，一定要大家要多练、多熟悉。在我们山石的部分，可以用稍微重一点的墨接一下，让那个墨有个自然的融合，还有个过渡。这是这一组、第一组、第二組的，有大的結構，有小的結構，還有前後的關係。這樣是兩個豎的山石，我們後面的結構要有變化。我們注意一下，看太行山，我們北方的山石的時候，它的這種層岩的結構比較多，就是說一層一層的這種結構比較多。然後裸露的裸石的部分比較多，就是說土質比較少。山石的結構比較明顯。我們畫的時候用筆稍微乾一點，可以多擦，少染。注意這墨色變化啊！看我們那個山石的每個山石的，它都有一個墨色的變化，重墨、淡墨、乾筆、濕筆，它都有一個變化。我們開始畫的時候一定要注意這個墨色的變化。看北方的山石，這種結構特別多，都是線鈎。
用筆的時候啊，用筆一定要活，要放得開。像笔尖的部分，每次都是用这个筆尖的部分，我们去调墨，稍微沾一點的重墨，不要太重，稍微調一下。先畫下面，把下面交代一下。看我們毛筆中的墨都是清水，然後我們再蘸新的，再來毛筆的筆尖部分，再蘸新的墨。渲染一下，用淡墨渲染一下我們山頂的部分。山頂的部分，我們如果要點色的話，一定要下面用墨稍微的做一下襯托。可以再看，我們注意看北方的山，我們去山裡寫生的時候，經常看我們山石，就山的邊的部位都有突出的，有凹進去的、凹凸不平的這種變化。我們這是留的水口的位置，一定要注意看的水怎樣去流。這是山石的部分，我們勾皴擦，下面稍微的，我們用淡墨擦一下，加深一下山石的那種粗糙的感覺。尤其是北方，經常就是水比較少，那種山石的那種結構，經過幾千年、幾萬年的風化的結構，我們可以用淡墨輕輕擦一下，讓山石的那種粗糙的感覺。用淡墨淡墨干筆皴擦，給人感覺一看這個山石就是北方的山石那種感覺，特別粗糙，特別乾。我們這要安排一個點景的建築，我們出了一個小的平台，這是山石，
我们左下角呢，要用这個枯樹，就是秋天的樹，我們要用點紅點的樹，所以說不要畫葉子。先畫樹枝的部分。先畫這種枯樹啊，是最先練習的時候，我們都要先從枯樹開始練起。先樹幹、樹枝先練，然後再點葉，或者是勾雙鈎的，或者點葉的樹，是這樣的。所以我們畫枯樹是最基本的啊。先畫我們樹頭的部分，我們這次用的也是稍微小的雙鈎的枯樹。先勾樹尖的部分，然後從左先勾左邊的結構。看我畫小樹枝的時候啊，用筆稍微的靈活一點。畫樹幹的時候用筆啊乾一點。這是一棵，先畫前面的，然後再畫後面的。畫小枝的時候用筆要穩，要交代它的結構前後左右，說的樹分四枝一定要交代清楚。两株，这两株松树，两株枯树，一個高一點，一個矮一點，一定要有變化。要注意畫叢樹的時候，2棵、3棵的時候，一定要有個變化。樹頭不能齊。2棵高一點的，我們第3棵樹就要比2棵樹要矮，用墨呢也要淡，讓那個樹的穿插一定要注意它枯樹枝的穿插。我們前面的樹是
前面的樹枝要高一點，这后面的第2棵、第3棵树要有变化。这是最前面的3棵树，我们可以后面用稍再大一点的补充一下。我们开始练树的时候，都是开始从这个枯树开始练起的，然后我们在画春天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画点的叶子，在这个树枝上面点叶。我们画家叶的时候，也是在这个小枝上開始畫家葉樹，就代表夏天的、秋天的。我們要畫出叢林的這種縱深感，也是要用那個墨色去變化、去表現。這前面的一組，我們要讓它空間感怎樣處理呢？就要用比前面那個用筆要墨色要淡，可以用單勾的。我們前面的是雙勾的，後邊可以是單勾的。我們可以勾單勾的樹。墨色一定要比前面的墨要淡，這樣它的樹林的這個縱深關係就是用這個墨的變化去表現。這兩組樹，左邊兩組樹的關係，前面是重，後邊是淡，這個墨色它是有變化啊。可以畫下面的山石。畫的時候一定要從前面的墨重的部分往後邊推，一層一層的去推。可以用側鋒去拖這個毛筆，畫出這個樹後邊的這種山石。看，調一點淡的墨，把毛筆尖的部分讓它就倒着去啊，去拖出這種坡，就是說水邊那個坡的部分。不用勾結構，這個樹下面呢不用去勾結構。右邊的山石結構交代的比較清楚，我們左邊樹下面的山石可以簡略一點。這都是
就是說小溪邊、小河邊那种坡石，就用这墨色，我们拖笔就可以。这是小河，小河上面我们要加一个小桥。我们講點景的時候也講過，遇到河我們要架橋，寬的河我們架稍微長一點的橋。我們小橋呢，小河就要架小一點、窄一點的橋。用勾線的這個小楷的毛筆調淡墨，墨色要乾，中鋒。先畫上面那欄杆的部分啊，欄杆的部分。先畫上面欄杆的部分，因為這是山裡邊的一種石橋，我們要勾出橋的大體結構以後，我們要把山石的壘的就橋的這個山石稍微的勾一下。不要畫的太大，是小的橋，我們要畫小一點。這橋面要把側面的也要勾出來，然後我們勾橋的結構，先把這個橋拱的部分畫出來，因為這是比較小的小河，這個橋洞也不要畫的太大，請簡單的勾一下，不用勾的就是說那麼詳細，就是一塊一塊的石頭勾的那麼詳細，隨意的勾兩個結構，有大有小，比較隨意的勾兩個結構。簡單的勾兩個山石的結構就可以。用乾筆輕輕擦一下，再畫我們橋拱的，就是暗的部分，就是橋洞下面的部分。也要用乾筆，墨色略重，因為是橋洞下面，
它光線比較暗，墨色就稍微重一点。这是比较简单的一种小桥、小石桥，山里边经常见到的。山上就山尖的部分，还有山腰的部分，经常有一些小的灌木，我们也要加上去。我们那个蘸了墨以后，要在这湿笔纸上，把我们的墨多余的水分，我们要吸出去，让笔稍微的干一点，不要太湿。这是山上面小的这种树木。这种小的树木也是和下边勾树的就用笔是一样的。都要加一点小的树木。我們要畫中景的一個山，一個遠中景的山形。把毛筆清洗乾淨，調一點淡墨。我們因為畫的是中景和遠景，墨色不要太重，要比前面的這個山石的墨色要淡。讓山石有個就是縱向的一個變化。中鋒、側鋒、側鋒去皴，中鋒去勾。一定要讓我們的線條有變化，不要說就是直的線，一點變化都沒有。看，就是我們畫山石也是這種結構的處理方法。前面的山石，前面的一面，左面的一面，右面的一面。我們畫山石的時候也是這樣去處理，然後畫成大的就是山的形狀。
調一下蛋的沫，稍微调一下沫，去除去多余的水分。我们接着前面的山石，山往后去推。我们画现代山石的时候，它不是说单一的用一种皴法，它结合好多种的皴法，不要拘泥于一种皴法，就是我画就要去披麻皴，就要有斧劈皴。我们有多种的皴法结合在一起去畫。前面的这有披麻的，有折带的，這也是折帶的一種。我们要注意這個山的走向，脈絡的走向，山脈的走向。這就是可以處理成遠山。我們毛筆中都成了清水的時候啊，我們可以處理遠山。然後蘸清水，調淡墨。這是一個山勢的走向。這我們也不能這齊齊的就斷去了，還有一層遠山，去讓它接一下。更高一點的山，這都是可以用淡墨去處理這些遠的山。我們要小橋過來了以後上山，這一定要有人家，涉及到一個人家。好，大家看一下我畫的這個建築啊，就和我們前一段時間畫的這個水鄉的南方的建築不一樣。這是北方的山區的一種房屋建築，它結構是不一樣的。也用這勾線的筆小楷調淡墨，它這種房頂啊比較扁，往右一點，往左一點。它房屋啊蓋的比較扁，房頂。然後用的都是一種石片，
去鋪在這個房頂上。南方呢都是用那個蓝瓦、灰瓦，但是我們山裡面都是就地取材，都是用的山裡邊那種石頭，就是扁的那种和瓦片一樣的石头去蓋到房頂上。我们是用干笔勾出，简单的勾几个结構就可以。因为这是小的建筑，不用勾得那么細，交代一下就可以啊。是房后也要有树木，房前房后都要有树，这样的看着这个山水画呀，就有生机。也要用特别淡的墨。房前房后都要有树，都要有树。就是我們畫山水畫啊，樹很重要。離了樹呢，我們山水畫覺得就不那麼生動。這就可以勾幾個小的樹枝就可以。小的樹枝就可以淡淡的勾幾個小的樹枝。小河里面的山石，小河里边山石，怎樣畫這個溪流？我們用這個中楷的毛筆，調一點墨。從前面的這一組往後去畫，因為毛筆中的墨是比較重，我們就畫前面的小的山石，水中的山石，一定要有變化，大小錯落。我們的水它是有這個層次的，我們就用這個山石去表現。我們越往後處理，我們墨色越淡，我們把水推得越遠。後面還有岸邊用淡墨拖一下，就是用筆拖一下就可以，讓水是流過來，
從遠處流過來，我們交代一下。我们染色的是这个是秋景的，我们染色的时候以赭石、花青为主。我们先上赭石的颜色，先上赭石。调下赭石的颜色，不要上的太厚，颜色要薄薄的上，因为我们畫的是北方的山石，赭石比較多一點。赭石比較多一點，先把樹幹的部分我們渲染，樹幹的部分我們渲染一下，就我們勾的這種樹枝都要用赭石渲染一下。還有我們的小橋、石橋，渲染的時候稍微有一點的淡墨，調成一種叫赭墨色，赭是會淡墨在一起的。我們去渲染一下，也不要太重。輕輕的這樣渲染一下，顏色都是很淡的。我們暗的部分墨稍微多一點。墨稍微多一點，讓它在顏色上有個變化。我們赭石上在山石，就是我們村的這個結構的地方，就是我們看這種村的部分啊，我們要上到這部分。要渲染，不要平塗，大家記住啊，不要平塗，要留出光的部分，就是說有光的部分要留出來。顏色很淡，赭石的顏色啊，它比較覆蓋力比較強，我們稍微的顏色多一點水，讓它顏色特別淡。然後花青，我們花青可以與墨，可以與赭石，我們可以和赭石調一下。有時候墨的加墨了以後，它
特別覆蓋力特別強，我們可以把花青和赭石調一下，渲染一下我們山腳的部分，就是靠近水面的地方，我们稍微渲染一下。看靠近水的部分，我们用花青。大家看一下，这是用花青和赭石调的一种颜色。这种颜色它比较透。我们上面就是淡墨的部分，我们也要用轻轻的这种花青色渲染一下。看我们就是山根的部分，用花青稍微多一点。我们这树的部分啊，我们也要点一种颜色，要用朱标，这是朱标色，用朱标。用朱标调一点藤黄，稍微调一点藤黄加到里边，加一点，让它调成一种橘黄的颜色。橘黄的颜色，我们点在树叶的部分。我再给你们挪一挪啊，是不是看不见了？这边啊。啊，这就是我们用朱标和藤黄调的一种橘黄的颜色。因为这个颜色上面还要加别的红的颜色，这样打一个底色，要用这種底色打底。前面的这一組樹叢都要用這種顏色點一下。加清水，加清水，点山上面的这小的樹木，小的樹木。我們遠山用赭石，用赭石，淡的赭石
調一下。也是按照我们勾的结构线、勾的寸的部分，我们去渲染。我们去渲染。这种染法呢，就是说我们染色的时候，这种染法叫勾染，勾染法。还有一种是湿染法，就是整个把我们画面打湿去上。用小青绿，我们上小青绿的时候会用到。我们画这种浅降山水的时候，就是秋景浅降山水的时候，用勾染的方法比较多一点。清水，很淡的颜色，我们去虚远山。很淡的颜色，我们去虚远山。我们要画秋景的时候，以暖色调为主的，就是赭石、朱标、朱砂为主要颜色。花青只是起一个輔助的作用，不要大面的用。大面的颜色还是以赭石、朱标为主。我们云也是用赭石，淡的赭石去渲染。远山也是淡的赭石颜色去渲染，给人整个畫面就是說暖的色調。水，我們小溪的部分用花青，淡的花青，把水中的山石渲染一下，然後水的部分要流出白，白就是代表水流。靠近水的部分的山石，看我們流水口的時候加一點花青，讓它和我們的水就顏色稍微接近一點。把山石用花青渲染。我們可以把山石的結構，現在的山石的結構顏色不是很明顯，我們可以調一個，大家看一下啊，調個新的顏色，朱標、藤黃、白色，大家看一下，一個白色，稍微加一點白色。如果我們赭石覺得赭石有點太燥，我們可以調這個顏色啊，剛才講的朱標、藤黃、白色，大家記着啊，還要加一點三綠在裡面。
加一点，加一点3粒在里边。这种颜色呢，它接近于赭石，但是它比赭石颜色要透。这种颜色，我们刚才上赭石的部分，再加一下颜色，加深一下它的結構，山石的結構。我们现在因为上的颜色比较湿，所以感觉好像颜色重，其實是干了以後，它的顏色會比現在顏色要淺1度。要把亮的部分啊，我們要把亮的部分留出來。留出亮的部分。遠山中景的，我們也要用這個顏色。看，就是我們山，就是暗的部分，我們也要加一點，要加一點。我們雲，我們不夠啊，我們染色的雲是淡的，我進去的雲讓它重一點，前後的雲的關係也要有個變化。山石的部分，山根，看我們山根的部分，用花青加染，一定要讓它赭石和這個我們上的花青啊，它有個自然的一個融合，一個過渡。好，我們山頂的部分用什麼呢？用朱標，朱標加一點這個朱砂，看我們要在我們染的山頭的部分加一點這個朱標。朱標它的顏色是發一點黃，朱砂的這個紅呢有一點暗，我們就把兩種顏色融合一下，就是把朱標和朱砂調在一起。點在我們剛才這個潑的這個淡墨的部分，潑墨的部分。點到我們潑墨的部分，因為有墨的打底，它的顏色襯出來比較紅，比較厚。
看到吧？就这樣点一下。远山的部分，这也是我们点积墨的有泼墨的部分，我们也点一下。点一下，我们下面可以用笔中的清水把它晕開，把它晕開。我們山裡邊這個建築也不要用別的顏色。我們畫水鄉的時候，可以上面房頂的部分染成那個灰瓦白牆，但是我們畫北方的山這個建築的時候，只用一種赭石就可以。赭石就可以。房頂的部分用赭石覆勾一下就可以。我們遠處的這種小的樹木，可以用竹標點一下，在這個我們點的橘黃的上面，我們加一點竹標。顏色不夠，我們可以再加，可以加深一下我們山石這種結構。樹幹的部分，赭石。整體上的顏色就是這種色調。我們稍微加一下加點前面的這個紅樹。它這個現在是吹乾了，它就比剛才顏色要變淡了， 對不對？對，剛才試的時候感覺是不是特別重？對。現在乾了以後，這種顏色剛好。上顏的時候，你記住啊，不要上的太重，要薄一點，不要把這個墨線去蓋住。剛才我們講了，用竹標和朱砂兩種顏色調一點。朱砂、竹標，朱砂的顏色就是說有點暗，我們竹標呢有點發黃，那麼兩個顏色竹標和朱砂調在一起，這樣的顏色出來了比較亮。點在我們剛才點的這個橘黃色的上面。
點了紅的點，稍微的有个变化，有大的，有小，不要点的太平均。要把秋天那种红彤彤的感觉，用这个小树点的点去表现出来。点的时候啊，这两种颜色稍微的稠一点，就是说我们不要调太多的水。稍微的水少一点，不要太多，这樣顏色比較厚。點的時候，我們還是把這個前面的這種紅樹用這個朱砂朱標去點。點的時候啊，要注意它點呢有這個聚散的關係，不要平鋪。哎，它有個聚散的變化，疏密的變化，一個疏密的變化。你可以有點子稍微大一點的，有小一點的。我們後面的時候，後面的叢樹的時候，顏色讓它偏一點朱標，前面的時候可以讓它偏一點朱砂，後面的時候讓它偏一點朱標。點的點呢，要比前面要少一點，讓它有個變化。有個變化，看我們這個顏色，這邊是朱砂的顏色，這邊是朱標的顏色，我們可以調一下朱標和朱砂，讓它融合在一起，這樣去點。看遠處的，我們點稍微的讓它少一點，少一點，顏色也要淡一點。顏色也要淡一點，這樣的前後的關係，還有比較在顏色上還有比較明顯，比較明顯。
我們遠處的這個小樹點的一定要少，不要多，要少。然后山頭的部分，我們用比較濃的，看朱標、朱砂，我們要調一下，比較濃的顏色去點，剛才我們點的顏色。让它有個濃淡的變化。有個濃淡的變化，就是我們山尖的部分啊，磨色顏色要重，然後越往下面，它的顏色讓它淡下來，有個變化，顏色深淺有個過渡變化。因為我们这是有墨打底，它顏色感覺不會飄。不會飄。我們這個畫有時候畫一種題材的，就是鴻運當頭的題材，也是這樣的點法。用這種朱砂、朱標去點。我們用的朱砂啊，都是管狀的，朱砂。這個顏色比較暗，所以說我們要在裡邊加一點朱標，讓它顏色亮一點。點的時候啊，我們可以用一種尖毫的或者是囊毫的筆去點。點的時候，朱砂、朱標，讓它調一下，調到一起。在我們染泼墨的地方，點的時候也是從山尖的部分、山頭的部分往下過渡，讓它顏色有個深淺的過渡。深淺的過渡，也要有結構啊！我們點的時候也要有結構，不是說整個就是用毛筆塗在這個部分啊，不是的，是用點的，一層層的點上去，讓那個點呢，它也有深的地方、淺的地方，是这樣的。遠山也要點一下，遠山可以讓它朱標多一點，近處的可以朱砂多一點，遠處的可以要朱標多一點，讓它顏色在遠與近的這種山頭上有一個變化。
下面要點的時候，顏色慢慢的淡下來。可以用水稍微挽一下，接一下。让远山也发一点红的颜色。发点红的颜色。我们可以用清水渲染一下，把这个颜色让它晕開。可以用清水让它晕開。我们點的部分要用淡的珠標，渲染一下我們點的部分。稍微沖一下，用清水沖一下。把我們山間的部分點一點，亮一點的顏色，提一下。乾了以後啊，這個顏色，感覺暗的話，我們要用亮的小的碎點去完善一下就可以。一定要比下邊的顏色要淺。它有個顏色的變化，下邊是我們昨天點的是珠標和朱砂，我們今天用這個珠標調一點藤黃，讓顏色偏黃一點。在我們山巔的部分點幾筆就可以，不要點的太多。它有個層次的顏色啊，它有個變化，不要點的太多，幾筆就可以。這是我們顏色不夠的地方啊，我們加一點就可以。好，可以把我們山就是樹根的部分也可以稍加2筆，這樣秋天的感覺啊更濃一點就可以了。